东东，这个送给你，乖。包检察官，等等，我想起了一点。说。那天我和赵小曼见完面，我从电梯出去的时候，有个垃圾工人正好进来。顶楼。还记得那个垃圾工长什么样吗？不记得了。他戴着口罩和帽子，连眼睛都没看见。身高呢？声音，或者是其他什么特征？中等身材，声音也普通。我那天太难过了，就什么都没注意。没关系，谢谢你。不许在旁生之戒，听懂了吗？我就是要那个女人好看，不行吗？这次出了岔子，咱俩的命都保不住。照我说的做。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小姐。赵小曼被杀的那天中午，是不是有一个垃圾工到顶楼去收垃圾了？是有一个垃圾工上来收拾垃圾。我当时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每天那个时间都有人上来收拾垃圾，也没什么不正常的。那，你认识他吗？这里都是临时工，尽管天天来，可是我一个名字也叫不出来。那他的长相，你总应该有印象吧？长相我可不好说。顶楼。不过，他手背上有块伤疤，挺明显的，是左手。谢谢。团长，蓝姓人又出现了。谢谢。死亡表演第4幕将于今晚8点在天伦医院上演。垃圾工大部分是这个城市里的流动人口，几乎都没有登记，也没有固定住处。他们失踪或是有异常情况，也不引起怀疑。不但老板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，就是工友之间也根本不了解底细，排查难度不小。这些人在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有根，多一个少一个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8点以前，必须要有个结果。不如我们这次守株待兔，等来信人，自投罗网，啊？小二妹，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？永远呢？乐观。有了上一次蓝星人失败的教训，你竟然还说他会自投罗网，可见你是多么不可救药的乐观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问问情况。检察官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家老爷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不见客人。他不见客，我找你也可以。找我？认识这种信纸吗？没见过。怎么了？你们府上有人用薰衣草精油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小姐用的就是薰衣草精油。多嘴。除了你们小姐用，其他人用吗？比如说这些下人之间。没有，我们下人哪用得起这么高级的东西啊？小梅，忙你的去吧。哦。好了，我没有问题了。
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找洗手间，这房子实在太大了，连洗手间都找不着。在1楼，楼下左拐。谢谢。啊，这些技术问题啊，还是有待解决，咱们还是一步一步来的比较好。我看可以，对吧？不过建制的动力部件已经快完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走吧。黑脸哥哥来了，东东，院长可凶了，每次都用狠狠的眼睛瞪着我，我连做梦都被他打。是吗？嗯。我说你知道梦神吗？梦神？人做梦都是由这个梦神来决定的。这个梦神的口袋里呢有很多种子，一到晚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四处的游荡啊，在人睡觉的时候呢，给人家种梦。有一天，这个梦神呐，在梦里看到一个小朋友，也跟你这么大。哦。可是这个小朋友的眼睛嘛，得病了，马上就看不见了。但是呢，他还从来都没看过自己的父亲。好可怜。这个梦神呢，就忍不住从自己的口袋里面呢，拿出一粒种子，放到这个小朋友的眼睛上。这个小朋友就开始做梦了。啊，他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他跟爸爸有一天约好时间可以见面了。那他们后来见到了吗？见没见着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可是啊，这个小朋友啊，为了跟爸爸见面，眼睛就慢慢的好起来了，就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什么事情，明处暗处都是我们的人，来信人想下手没那么简单。你还是回去休息吧，反正这里没你的事了。你看你，眼睛都是红血丝。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在给陈世美做深度尸检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。怎么？我发现死者有很严重的腰肌劳损和半椎体畸形。这种病不是很常见吗？虽然是很常见，但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搬运工人和伏案工作者，他们病灶的位置是不一样的。从陈世美的骨骼来看，她更像是一个重体力劳动者。他是一个副总经理，应该一贯的养尊处优才对啊。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陈世美以前在我父亲的工厂就是搬运工，虽然他做的是最底层的工种，但是他识文断字，懂道理。我父亲也是白手起家的人，对他这样的人最为器重，特别栽培。后来他和我成了婚，我父亲就出钱供他上大学。陈世美本来就是天资聪颖的人，他进了美国人的企业，做到了管理层，那是华人雇员能达到的最高级别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后来爆发金融危机，他就被裁员了。那你丈夫丢了工作，你们的生活怎么办？我们家的小厂很快就倒闭了，我父亲一生的心血都在里面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陈世美把父母和孩子交给我，说要到德城去发展。一开始还月月往家里寄钱，给我们写信，到后来信就少了。公孙探长接班来了。哇，黑脸哥哥，你真厉害，不用看就知道是他。他呀，是从玻璃上的反射看到的。错，气味。一个人开心的时候，身上会发出甜味儿；要是心情糟糕的话，就会发出苦味儿或者是咸味儿。你闻闻。我身上有股鸡蛋糕的味道，哎。
你呀，一肚子歪理邪说。真的，不信你闻闻，真有鸡蛋糕的味道。啊，你是想吃鸡蛋糕吧？啊？好，哥哥给你去买。太好了。公孙奶爸，离8点还有点时间，你好好照看他啊。喂，喂，我不管看孩子的。叔叔，你过来，给我讲个故事呗。叔叔，你刚还叫他哥哥，为什么叫我叔叔啊？哥哥，你给我讲个故事呗。黑脸哥哥满肚子都是故事，你呢，一个也讲不出来。唉，都是警察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呀？好，我想想。从前有一只蟾蜍。什么叫蟾蜍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长得像青蛙的一种两栖类动物。那你就直接说青蛙呗。你讲话是故意让人听不懂的。好，一只青蛙。什么是两栖类啊？你还听不听故事了？从前有一只青蛙，它，怎么了？不想听青蛙的故事？黑脸哥哥讲的都是历史故事。从前有一只宋朝的青蛙。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动静。前2次也是这样。如果这一次再让他得手，我们都要引咎辞职了。别这么说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不应该在这里，有我在。院长请你去趟办公室。有什么事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是小孩子的病情出了点变化，医生想跟家属谈谈。秦小莲马上就去。嗯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你就别去了。叫你不要跟来。注意盯好对面的人吧。Sherry， 如果一旦有情况发生，你马上闪到一边，离秦小莲远一些。他是凶手的目标，你要保护周围的人，不要被波及到。别动！干什么？你们什么人？举起手来，转过去。以后少喝点酒，手里攥着不少人命呢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常规检查。
会吃饭的吧？啊，没呢。来，给你一份。哎，谢谢。公孙探长呢？公孙探长刚刚上楼去了，现在病房里只有东东和一个医生。刚才那个人是谁呀？是来抢鸡蛋糕的坏人。没事了。蓝心人这次的目标是孩子呢。这把刀加宽加长，手柄有塑胶防滑设计，应该是一把顶级军用的匕首。哎，知道具体的来路吗？在警校的时候，各种武器都很了解，可是这把玩意儿总觉得在哪儿见过，现在又想不起来。哦，还有，我在跟他交手的时候，发现他的招式有很多特种兵的痕迹。根据凶手制造炸弹的情况来看，他一定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，应该是军方的人，有一定的背景。展超，有，匕首这条线索你负责追查。是。不用查了，我知道是谁想要杀我们娘俩了。在德城，我们娘俩孤苦伶仃，与人无冤无仇，除了一个人，还有谁会对我们痛下杀手呢？你说的是刘维娜吗？刘维娜，从小含着金钥匙出身，早就习惯了呼风唤雨、为所欲为。如果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曾经有过家庭，必定不能忍受被欺瞒的羞辱，确实是有杀人动机。刘小姐，抱歉，您的床板弄光了，您是那个新人。刘小姐，你慢点。要不要我叫一辆车把您送回去？给我闭嘴！再啰嗦，我让赌场一片都姓刘，滚！
肇事驾驶证件和行驶证件。您涉嫌醉酒驾驶，导致行人受伤，请跟我回警察局接受调查。小伙子，你如果还想穿这身皮的话，你就给我识趣点。姑奶奶，我赶着回家睡觉呢，你赶快把这帮刁民给我赶走啊！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交通肇事，企图逃逸。下车。干什么呀？女士，你已涉嫌醉酒驾驶，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下车。抓住他！看你说，我都不耐烦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啊？我爸是流氓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下车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上来！抓住他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干什么呀你们？放开我！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吧？把你们的警号一个个都给我报上来！用不了1分钟，最多1分钟，我让你们全滚蛋！你老实点，这里可是警局。警局怎么了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给你们发的衣服？谁给你们发的薪水？谁给你们配的警车？都是我爸，知道吗？知道吗你？你少废话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没用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放开！走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走！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怎么会把我关在这里面？有人吗？来人啊！怎么，刘大小姐，不认识我了吗？也是，你熟悉的那些警察今天都下班了。给我个火儿，我要抽烟。对不起 ，DBI 是全程禁烟的。你喝这个吧，一样可以提神。我跟你说了，给我个火儿，我要抽烟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认识秦小莲吗？你啰嗦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要抽烟。如果在10秒钟之内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只能把你送到看守所去了。在那个地方呢，你不但可以抽烟，而且还有一群膀大腰圆的女犯人，她们整天是百无聊赖，正等着像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大小姐送上门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问那个贱货呢？谁知道当初陈世美是不是瞎了眼了，找了这么个不上台面的玩意儿？我也挺替你抱不平的。你说你刘维娜呢，样样逞强，事事拔尖儿，可是却嫁给了一个薛平贵，还成了别人的笑柄。这得逞呢，也不是什么西凉国，你也没有那样的度量。还有啊，雇的杀手也那么不争气，白白浪费你的钱，任谁都会借酒消愁的，对吗？还真让你说对了，人是我想杀的，可是还没等我动手呢，不知道哪个没心眼的抢在我前头了，说不定啊，是在我面前邀功。检察官，我是刘家的私人律师，我姓马。我的委托人现在不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，而且他一直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已经办好了取保就医手续，这是医生的证明。刘小姐，我们走吧。你留着在看守所里，和你那些膀大腰圆的胖女人一起哭。让他本人签。公孙探长，
我的委托人可以让我代理他的。谢谢啦，公孙探长。其实都不必多费这道手续，你知道，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小姐，我让厨房炖了燕窝，您趁热吃吧。在警察局，他们没有为难您吧？我是谁啊？他们敢动我一根毫毛吗？小姐，我还是要劝您一句，您呢也不要太任性，万一陷进去，真是……老爷，大叔，你去休息吧。是。干什么呀你？这个家还让不让人待了？你明天就给人道歉去。跟谁啊？去跟那个被撞了的孕妇道歉吗？我才不去！你说什么？我不去！你明天就给人道歉去！你给我站住！好，你可以不去，但是我的财产我1分钱都不会留给你这个不孝的女儿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冻结你的账户。你除了会动用钱，你还会使什么招数啊？你有本事给我从局子里捞出来，你一样有本事用钱可以打发那些穷人。你可以用钱代替陪我的时间，可以用钱代替我和我母亲。我变成今天这副德行，是你意料之中的吧？我可以去道歉，可以去做任何事情，但是你给我听好，你休想，永远也不要指望在我这里能够得到一丝一毫的感情。你给我听清了！你怎么来了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太过分了！这事情你心里有数就行，别再给他抱有任何希望。这事情必须尽快解决。看报看报！富二代专横跋扈，大号闻讯暗缠身，我爸是流氓，暗案锁案。看报看报！看到了吧？报道的力量是无限的。这次刘维娜和他的爸爸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了。哈哈哈哈！包检察官，包检察官，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？你们看啊，船政改革与海军建设刻不容缓，自强开放，富国强兵。我们的检察官大人呢，志存高远，不像我们为这些市井八卦津津乐道。你们觉得这样对刘芳是否公平？你怎么还在为那个恶毒的父亲辩护？哦，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钱，才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吧？咦，来，过去点。包检察官虽然平时没什么正行，但不至于这么不堪吧？
市民们平时就被这些特权阶层欺负，早就已经群情激愤了。这次的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。如果司法当局不对这次事件进行公平的处理的话，我相信市民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至少我就会一直利用报章这块阵地，对这件事情进行深入的报道，直到我们正义的一方彻底的取得胜利。胜利！坐下。哎，薇薇，刘芳你见过吗？我见过。他这个人呢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穷凶极恶，平日的口碑呢也不错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不应该因为一个女儿犯了错，就这样去惩罚一个普通的父亲。他可是刘维娜的父亲，有其父才必有其女嘛。各位好，哟，大记者也在这儿呢。那篇报道的确笔法春秋，振聋发聩，庞某也佩服得很呢。我谢谢你了。哎，刘维娜每次作奸犯科，哪少得了您庞律师的帮忙呀？真是一张利嘴啊！我们律师啊，就怕没有名声。你给我的事务所免费打广告，我谢还谢不过来呢。经过这次，我庞某更是以厚颜无耻、手段下流闻名于法律界。不过我在上流社会的客人，一下子多了3倍还不止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我就是去市政府我的一位客人那儿办事儿，顺路经过来告诉你们一声，那个被撞的孕妇已经撤销起诉了，准备私了了。那笔钱换她的穷酸贱命，划算得很呐。关系啊，比夫妻还要更亲密呢。他们签订的什么文件？看清楚了吗？他们去的是 VIP 服务区，这些大银行对客户的资料可是严格保密。我们必须调查的话，要申请搜查令，不然那个庞律师又要趁机会大做文章了。行啊，长记性，有进步。探长。那些情况有没有用啊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你是说，这2个笔记出自同一个人之手？难道蓝姓人是刘维娜？不。刘维娜仅仅是纸笔，他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杀人，所以他必定有个同伙。你想想，他会是谁？庞律师。没错，正如你所看到的，刘维娜与庞律师勾搭成奸，庞律师早就想做刘家的东床快婿。刘维娜也乐得苟且，那么陈世美就成了其中最大的障碍。于是他们2个人便雇佣杀手，炸死了陈世美，还弄出了一个蓝姓人的假象来掩人耳目，让案子没有头绪。一旦计划成功，他们2个人就能把刘芳的财产全部独吞。对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！探长，你真太聪明了。你继续监视那个庞律师，进一步找到他与刘维娜私通的证据，这可是重要的杀人动机。如果顺利的话，顺藤摸瓜抓到凶手也指日可待。是。回来。
这些先别告诉包正，等咱们抓到凶手的时候，让他来个措手不及。行。玩命斩。啊，检察官，有什么事啊？干嘛躲躲闪闪的？凶手在案发现场留下的匕首查到线索了吗？没有。我这就吩咐人去。等一下，不准别人去，这方面你最擅长了，必须你去。好吧。那还站着干嘛？赶快去啊！去。那边儿。对。吃个苹果吧。你在干嘛？写文章啊，发动民众大讨论。如果你遇到我爸是刘芳事件，你会怎么做？这次呀，我一定要在德城的媒体圈发起一次关于法律和民意的话语革命，从舆论上就给这些特权阶层压力，让民众有一个声讨的机会。等着瞧吧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查案子没进展？什么？我在这上面撒了一些盐，忘了。他们两个欺负我，你也捉弄我？什么呀？我是特地削好等你来吃的，怕在空气里边氧化变黄了，才抹了一层盐。吃的时候洗洗就可以了嘛。瞧把你给愁的！我哥和包正把你怎么了？一个人要我盯庞律师，一个呢要我查匕首的来历，互不相让，我夹在中间，谁也惹不起啊！你现在就是那个一家女儿许两家。这样吧，我正好要出去找素材，我呢帮你盯着庞律师，你去调查匕首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你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！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上次被撞的孕妇不是收了钱，答应不再起诉了吗？不清楚啊。但他现在坚持要走法律程序，除了赔偿，还要追究小姐的刑事责任。我怀疑啊，是有人在背后使坏，想趁机讹我们一笔。哦，坐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是咱们理亏在先。维娜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我呢，一直觉得亏欠她，事事都依着她，生怕违背了她的心愿。这下好了，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。是。不过现在连您都牵扯进来了，很多人都要求揭露肇事车主的特权身份，媒体也在帮腔。一旦走司法程序，陪审团就会受影响，那对我们很不利呀。老爷，什么事啊？你快听听广播吧，电台正在播放访谈节目呢。民意长期以来对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不满，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。但是法律也不能够形同虚设，而且呢，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无辜的。如果说这个法律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人，那么它就不适用于任何的人。这样的话，法律就会失去它的公平性。但是也不能够断章取义，把一些原本无辜的人拉入到审判中来，让媒体呢成为一种宣泄情绪的通道。司法的公正不能被口水还有谣传所左右。我们这边没有。没有。你有没有见过这种匕首？不好意思，没见过。我们只用这种刀砍人，
匕首你有没有见过？没错，这就是 Buck 夜鹰。Buck，麻烦您解释清楚。夜鹰是 Buck 公司专门为美国特种部队制作的军用匕首，刀刃长18.5厘米，刀身厚达6毫米，而且刃口锋利无比，适用于野外的任何环境。在我们国内，只有陆军特种兵训练营第1期的学员获赠过这种匕首。这个杀手来头不小啊！谢了。特种兵训练营，这就奇怪了。老师不会说错的。不要喝水，我在思考。不要动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在思考。不要看着我。站住！